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ny 聊天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，今天我们又回来了，要和大家聊一些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中文。对呀，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去银行。去银行是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呢？存钱、取钱、开卡。对，我自己以前第一次去银行的时候还有点紧张呢。哈哈，是啊，银行的环境有点正式，很多人会觉得陌生。那我们今天就用轻松的方式，把大家平时去银行会遇到的中文词汇都学一遍。好呀，那我们先从最基本的说起吧。小夏，你觉得去银行最先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最先就是开账户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开户。对，开户就是把自己的钱放到银行里之前，需要先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银行账户。没错，比如你去银行说我要开一个账户就可以了。然后银行工作人员可能会问你一些信息，比如名字、身份证号、联系方式之类的。对，这里有一个小词，身份证。哦，我知道，身份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证明自己身份的卡。对的，它上面有你的名字、生日、照片，还有身份证号码。去银行的时候，通常都需要身份证。那如果我想存钱呢？存钱，我们说存款，存就是放进去，款是钱的意思。哦，所以存款就是把钱放到银行里。对，而取钱就是取款，就是把钱从银行拿出来。那存款和取款的时候，会不会需要银行卡呢？对，这里就涉及一个词，银行卡。银行卡就是我们用来存钱和取钱的卡，对吧？没错，而且有时候还可以刷卡或者转账。转账是什么意思呀？转账就是把钱从你的账户转到别人的账户。比如我要给你100块钱，我就可以通过转账把钱从我的账户转到你的账户。啊，这样啊，我明白了。我们假设你已经到了银行，第一件事你会看到什么呢？我想应该是排队吧。对，排队。中文里我们说排队，就是大家一个接一个的站着等服务。有时候人特别多，还要等很久呢。没错，所以耐心很重要。排队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提示牌，比如请取号。取号是什么意思呀？取号就是拿一个号码牌，轮到你时叫你的号码，这样就可以依次办理业务，不用一直站着等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就是像等候顺序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排队和取号是去银行的第一步，接下来就是到柜台办理业务了。柜台就是银行里工作人员为客户服务的地方，有一个窗口或者一个小隔间。你在这里可以存钱、取钱、开卡或者咨询。那去柜台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通常先把身份证或者银行卡交给工作人员，然后告诉他们你想做什么业务。比如你说，我想存款。存款，这个我记住了，就是把钱放到银行里。对，而且工作人员可能会问你要不要开存折或者打印小票。小票是什么呀？小票就是一张纸，上面记录了你存了多少钱、时间和地点，相当于存钱的证明。哦，所以存钱以后，有一张小票就可以证明我的钱已经在银行了。对了，有时候取钱也一样，会有小票作为记录。那如果我想转账呢？转账的话，你需要告诉工作人员收款人的名字、账户和银行，有时候还要写一张表格中。写表格好像有点麻烦呢。其实也不难，表格上会有一些固定的项目，比如收款人姓名、账号、金额、用途，你按顺序填写就可以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那用途是什么意思呀？用途就是这笔钱是用来做什么的，比如买东西、交学费、还朋友钱，就是说明钱的目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学会了好多银行词汇呢。
麦麦，你觉得在银行办业务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遇到一些小问题呢？比如我忘记密码，或者卡丢了。对，这些情况都有可能。忘记密码，我们说忘记密码很简单，但需要处理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你忘记了银行卡密码，可以去柜台找工作人员，他们会帮你重置密码。重置密码？对，就是把旧密码取消，换一个新的密码。哦，我懂了。那如果银行卡丢了呢？这个情况我们叫挂失。挂失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告诉银行，你的银行卡不见了，希望银行把这张卡作废，避免别人用你的钱。哦，这样就安全了。对，而且挂失以后你可以申请补卡，也就是银行会给你一张新的银行卡。补卡，原来是换一张新的卡呀。没错，补卡的时候也需要身份证，还要设置新的密码。哇，去银行还真有很多事情要注意呢。是啊，不过只要知道这些常用词汇，其实处理起来不难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比如你不懂银行的某些规定，或者不确定某个业务怎么做，可以咨询工作人员。咨询就是问他们问题，对吧？对，就是咨询。比如你想问，我可以网上银行转账吗？或者存款利息是多少，都可以咨询。利息？利息就是银行给你存款的钱的一部分回报。比如你存1000块钱，1年以后银行会额外给你几块钱，这些就是利息。啊，我懂了，就是存钱会有一点额外的收入。对啦，这就是银行存款的小好处。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？比如有些业务可能需要提前预约，或者银行在周末不营业，这些都是小细节。中文里我们可以说营业时间和预约。营业时间就是银行工作的时间，预约就是提前说好什么时候去，对吗？完全正确，麦麦学得很快呀。谢谢小夏，你讲得很清楚。我觉得去银行其实也不难嘛。那刚才我们讲了柜台业务和一些问题处理，今天的银行其实还有很多便捷服务，比如网银和手机银行。网银是什么意思呀？网银就是网络银行，也就是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就可以办理银行业务，不用亲自去柜台。哦，那手机银行就是用手机操作的，对吧？没错，现在大部分人都用手机银行，可以查余额、转账、支付账单，很方便。查余额就是看我的钱有多少，对吗？对了，你只要登录网银或者手机银行，就能看到自己账户里的钱。那如果我要取钱呢？取钱有个好方法，自动取款机，也就是 ATM。ATM 这个名字我知道，就是自动机器。对，中文里我们可以叫它自动取款机或者提款机。只要插卡输入密码，就可以取钱、查询余额，有些还能存钱和转账。哇，这样就不用排很久的队了。对，而且自动取款机通常在银行门口或者商场里，非常方便。那如果我要汇钱给远方的朋友呢？汇钱就是汇款，汇款可以在柜台办理，也可以通过网银或手机银行操作。汇款和转账有什么不同吗？简单来说，转账一般是在同一个银行或者同城，汇款可能是跨行或者跨城市的。你要给远方的朋友寄钱，就用汇款。哦，这样我明白了。还有一点要注意的，汇款或者转账的时候，一定要核对好账户信息，尤其是收款人的姓名和账号。对，如果错了就麻烦了。是啊，所以中文里有一个词叫核对，就是检查确认信息是否正确。核对这个词很好用啊。没错，生活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用，比如核对作业、核对名单，在银行尤其重要。我们前面讲了很多银行业务和词汇，除了业务之外，去银行还要注意礼貌哦。对呀，我以前去银行，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和工作人员说话，会觉得紧张。
其实很简单，中文里有一些常用的礼貌用语就够了。比如您好，这是最基本的问候语。去银行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说您好，表示礼貌。哦，就像打招呼一样。对，还有谢谢。办理业务后对工作人员说谢谢，很自然。对呀，我每次办完事情都会说谢谢。另外，如果你需要工作人员帮忙，可以说请问，比如请问我可以开一个账户吗？或者请问我可以咨询一下吗？哦，请问就是客气的提问的意思。对，这样说话很自然，也让对方觉得你很有礼貌。还有其他吗？如果遇到问题想麻烦工作人员帮忙，可以说麻烦您了，比如麻烦您帮我打印一张小票好吗？哈哈，这个也很好用，我学会了。好啦，今天我们讲的银行相关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是啊，我感觉去银行不会紧张了。对，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广播，对去银行的中文有更多了解，也能在实际生活中运用。谢谢大家收听 Pony 聊天时间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也记得用今天学到的词汇去练习哦。